好，会员朋友们，大家好很久没有出会员的视频了，跟大家分享今天凌晨科技land这边攻防演练的一些成果。两位一直陪跑，起初一开始呢，这个大佬呢，他的这个压力呢，在我这边压力不是特别大，但是他对付一些没有很好应对防御的机器，或者说配置不是特别高的机器一些传统面板搭建的一些机器创建的网站，基本上是很轻松就可以导致目标服务器瘫痪的。但是我这边的话，一直持续在30%左右的 CPU 占用。其实我们发现占用最高的其实是 Fight2Ban。然后他一直在监测 NGIX 日志查询，然后发现有这种高频的，然后他去把 IP 拉黑，他一直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在这样的一种程度的压力下，他是排在最高的。NGIX 的多个线程都在较低负荷去处理请求，所以这个时候的网站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正常访问。那到这块呢，他又加了一台机器去做多线程的压力测试，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波形又稍微有点扩大，但同样这个状态下，我的网站依然是正常运作的。那我们可以发现 Fight2Ban 的日志里头 NGIX 的频率监测4000多个请求都是存在异常的，所以把237个 IP 给封禁了。在后头呢，我觉得 Fight2Ban 的占用会比较高，所以我就把 Fight2Ban 的程序给卸载了。卸载以后呢，它这个 CPU 反而降低了，不是说 IP 不拦截了，它可能攻击力就会更高。一旦把它关闭的话 ，CPU 直接降了1/3的样子。这张图就比较明显了。这边的话 Fight2Ban 已经关闭了，所以就是基本上就是更少的资源消耗。个人认为 Fight2Ban 的作用比较有限，还会拖累我们的负载。回头的话我可能会优化一下。另外一种攻击手法是直接打到后端的 PHP、FPM 的进程，很多请求已经从 NGIX 转发到后端了。这个是我目前不太掌握的一个情况，这样的话会导致你的 CPU 占用特别高，大概会出现 CPU 占用100%的一个情况。至此，这个网站依然正常在运行没有出现什么504、502后端失去连接的情况。随后呢，小伙伴们就开始切换打法，各种的尝试。我们持续了大概1-2个小时的样子，因为这一段时间呢都是凌晨了，小伙伴使用官网影响应该也不会特别大。这一次呢是下午的时候攻击的，这个呢是握把手他采用的一种攻击手段，它是竭尽全力的一种1分钟100万并发量，在这1个小时的1分钟内发起的。那 EM 就相当于是100万嘛。然后后头的小伙伴呢，独立 IP 数上来了，这个就是我们凌晨的时候玩的这个独立 IP 数上来了，请求数并没有上来，甚至包括流量消耗呢，也就是比较有限，没有握把手的这一次100G 的消耗那么给力了。这是大概全天3次的 CC 攻击的一个量。当然呢，我知道还会有各种 CC 攻击的手段，可能比目前我看到的这3种有效。这一种最激进的这一种1分钟请求量，导致科技land的官网短暂宕机就会出现 Cloudflare 上游服务器停止响应的一个状态。我们发现有一种攻击呢是100%占完以后 FPM 这个进程，它会在后期有一段时间的清洗和整理的一个过程。因为之前的清洗整理的过程时间非常长，经过了一系列的优化，让这个占用降低，并且很快的就恢复状态。这一种攻击手法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 PHP 的服务会有这样的后期持续资源占用情况。最后呢，这个小伙伴说CC 打完也没什么太大劲，算了我们就不把这个时间拖得太长了1点多了，他们就开始想到溯源我的原地址 IP。我是 Cloudflare 这边去做 CDN 隐藏了 IP 的，但是通过一些网站，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网站很多学渗透的网络安全相关的小伙伴们，他们应该都接触过。我是今天凌晨的时候才接触到，我今天就睡了大概4个小时，因为
被 DDoS 直接打进黑洞了啊，所以我就睡不着，各种纠结，想着我的 IP 怎么能保护得更好。它这块呢，输入任何的域名，你都可以去找到这个域名背后的解析 IP 地址，也就是原服务器 IP。我们回车一下看一下，这块呢就会罗列出我解析过的 IP 地址，一台是东京的，一台是香港的，并且能看到 SSH 端口号啊，也都能扫出来。80和443，所以呢，这个工具很强大啊，也是很容易让黑客抓取你的站点，从而获取到你的 IP 进行 DDoS。有了原地址 ，DDoS 的效率就非常高了。那我们可以看这个小伙伴问我，哎，这个是不是这个打头的吗？我回去确认了一下，好像确实是这个。到最后呢，就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了。这个就是我们常见的与上游服务器失联的一个状态，就是 CF 那边已经接收不到你的站点的数据了，这就称之为去世或者是击落。不管你是在 CC 还是 DDoS， 如果网站失联的话，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现在很少在 CC 的状态下出现这个，待会儿呢会告诉大家我是如何防御 CC 攻击的。DDoS 呢，确实目前来看上高防，要么就是很好的去隐藏你的原地址 IP， 我还在尝试，有进展还会跟大家分享。还有很多渗透手段我还没有接触到啊，所以回头的话会跟大家再去细致的去分享攻防演练展示出来的一些成果。那这个趋势是代表什么意思呢？我的 SSH 也直接就失联了。到目前视频录制我的这一台东京的机器就一直没有恢复啊，这边是一直是离线的一个状态。网址我就不发了，大家直接看这个自己去拼就可以了啊。这个字母也比较简单的，这个你可以查任何你自己的，看看有没有原 IP 地址泄露。如果泄露的话，换一个 DNS 记录，然后我们再观察它是不是多久它会同步或者怎么样，不让它找到你的 IP 地址。就比方说你把这个网站给限制了也是有办法的，但是这种类型的网站会比较多，你限制一个肯定也不行。后来呢，凌晨我就把这台长时间没有恢复的进黑洞的日本机器的站点数据迁移到了其他的云服务器上，大家可以溯源一下。目前我可以卖个关子，大家可以去查一下，通过这种方式看能找到。目前总结下来就是我们先能扛 CC 了。 DDoS 呢，我们也见识到它的一个威力了啊！如果你的原站暴露，对你的网站的威胁是比较大的。那我这边是边剪视频边跟他们做来回的攻防演练。因为我换了一台异核心的机器，所以这异核心的机器呢，这个配置很弱，在我们站点的配置上也会有一些讲究。如果你配的特别高的话，它的这个占用导致你的虚拟内存直接崩坏， CPU 无限的100%，网站宕机，然后长时间的宕机。所以科技烂的站点配置里头有一个标准模式，有个性能模式。标准模式呢非常的游刃有余，虽然死得快，但是活得也快，因为你异核心嘛，你再怎么扛，你也比不过人家的多线程这种攻击，所以你还是认怂，恢复的时候快，你不至于你的机器就死循环了。长痛不如短痛一下，这个感觉更好一点，就是更长久更自动化，不需要我们人为再去干预了。为了你异核心的机器，你开个高性能宕机了以后，你这个台机器就再也恢复不了了。所以游刃有余，你看100%以后，后面就直接停下来了，收放自如。那今天这期就先到这里吧，我们下一期呢主讲该如何去建站加防御，配置调优，来达到我们100万并发的 CC 攻击地狱。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